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本来只是想刷5分钟短视频，结果一抬头40分钟过去了。你本来只想随便抽一发卡，结果越抽越上头。你告诉自己最后一次，但最后一次好像永远不会出现。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为一件事，自己不够自律。但有一个更残酷的可能，也许问题从来不只是你，而是很多互联网产品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一种方式设计的，让你停不下来。而这种设计其实和一个行业非常相似，那就是赌场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越来越多互联网产品看起来越来越像赌场？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成熟的人类行为设计。第一部分，互联网真正的竞争。很多人以为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是产品竞争，谁的功能更多，谁的技术更先进，谁的体验更流畅。但在互联网公司内部，真正的竞争其实只有一件事，用户时间。在互联网世界里，时间几乎等于一切。你停留的越久，你看到的广告越多，你产生消费的概率越高，平台赚到的钱也越多。所以很多互联网产品最重要的指标，其实不是下载量，也不是注册用户，而是2个数字：停留时长 time spent， 使用频率 engagement。 简单来说，所有 APP 都在争夺同一样东西，你的注意力。互联网最贵的资源从来不是服务器，也不是代码，而是你一天里还剩下的那几个小时。而在如何争夺注意力这件事上，有一个行业早就研究了几十年，那就是赌场。第二部分，赌场最核心的秘密。赌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，如何让玩家一直玩下去？如果一直输钱，人很快就会离开；如果一直赢钱，赌场就会破产。所以赌场设计了一种非常精妙的机制，随机奖励，也就是你可能赢，也可能输，但最关键的是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。心理学家把这种机制叫做可变比率强化 （Variable Ratio Reinforcement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奖励不是每次都有，而是随机出现。但实验发现，在所有奖励机制里，随机奖励是最容易让人停不下来的。老虎机的灯光、声音、接近中奖的画面，其实都在刺激同一种东西——多巴胺。而多巴胺最喜欢的并不是奖励本身，而是奖励出现之前的期待。赌场真正卖的从来不是赢钱，而是再玩一次的冲动。第三部分，互联网把赌场机制数字化。当互联网产品开始研究用户行为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件事情：赌场这套机制几乎完美适用于互联网。于是很多产品开始复制这种结构，比如短视频平台，你每滑一次屏幕，其实就像拉了一次老虎机。大部分视频都很普通，但偶尔会出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，于是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感觉，也许下一条更好，于是你继续刷，再刷一条，再刷一条。短视频平台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让你开心，而是让你忘记时间。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很多互联网产品里，比如游戏抽卡，你并不是直接购买角色，而是一次一次去抽，因为只要还没抽到，你就会不断告诉自己，也许下一抽就出了。再比如盲盒消费，用户买的不是一个确定的商品，而是一种可能性。隐藏款、限量款、稀有款，这些设计本质上都在利用同一个心理，人类天生会被不确定奖励吸引。第四部分，算法让它变得更强。如果只是随机，其实还不够，真正让互联网产品变得更像赌场的是算法。赌场面对的是一群玩家，但互联网平台面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。算法可以记录几乎所有行为，你喜欢看什么，你在哪个视频停留最久，你在哪一秒滑走，你在什么时间最活跃。然后算法会不断调整推荐，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系统，为每个人定制的老虎机。系统会不断计算什么内容最容易让你继续停留，什么节奏最容易让你继续滑动，什么刺激最容易让你继续消费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体验，本来只是想刷5分钟，结果一抬头1个小时没了。这不是因为你突然变得自控力很差，而是因为系统正在不断优化，让你更难停下来。第五部分，为什么商业世界越来越依赖这种设计？原因其实非常现实，因为这套机制太有效了。在互联网商业模式里，大部分平台的收入来源只有几种：广告、游戏内消费、电商转化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有一个前提，用户必须停留在平台上。停留时间越长，广告越多，消费概率越高，平台价值越大。所以平台不断优化的并不是内容本身，而是让用户继续停留的概率。在商业世界里，最成功的设计不一定是最好用的设计，而是最能留住时间的设计。
第6部分，现实世界的典型场景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体验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本来只是想刷2条视频，第1条一般，第2条还行，第3条突然特别有意思，于是你告诉自己再看1条就睡。问题就在这里，系统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让最后1条永远不会出现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抽卡里，差一点，再来一次，保底快到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游戏语言，但从行为设计角度看，它们其实都是一种东西，行为控制语言。第7部分，互联网确实吸收了赌场的逻辑。互联网公司未必真的想变成赌场，但他们确实系统性吸收了很多行为心理学和消费设计的方法。而赌场是这个领域最早、最成熟的行业之一。赌场几十年来研究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，如何让人继续投入时间和金钱。而互联网平台今天研究的本质上也是同一个问题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机制，无限滚动的信息流、随机奖励、抽卡系统、盲盒消费、点赞通知，这些设计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目标，延长用户停留时间。互联网产品的商业暗线。互联网产品越来越像赌场，并不是因为平台想让用户沉迷，而是因为赌场早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在人类行为设计里，随机奖励是最有效的机制之一，而互联网只是把这套机制放大了，再加上算法把它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准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互联网越来越像赌场，而是当商业世界越来越理解人性之后，它会越来越擅长利用人性。下次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也许你会意识到一件事，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消费内容，但其实内容也在消费你的注意力。如果你对这种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平台战争感兴趣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。在这里我们会持续拆解科技公司、平台经济以及商业世界背后的隐藏逻辑。我们下一期见。